这商品它定价就是1块，但不封顶，就是拍的多钱它不封顶。然后我就报名，就随意，就是感觉有意思，就是报个名，完了花了2块钱，已经拍卖成功了，2块成交。男子在淘宝上花费2块钱拍下一辆30越野车，正当他洋洋得意，认为人生开挂时，结果商家却将他拉黑，并迟迟不给发货，而结果让男子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据刘先生所述，当天自己闲来无事，躺在床上逛淘宝，当他走进闲鱼区时，却突然发现有位商家要拍卖自己的越野车，起步价1块上不封顶，闲得蛋疼的刘先生随即就支付了2块来逗逗乐子。随意，就是感觉有意思，就是报个名，完了花了2块钱。在刘先生看来，这种活动无非就是博人眼球，不管怎么样，这辆车也不可能会落到自己手中，这2块钱也不算多，就当是来玩了。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临近拍卖结束，都无人加价，这让他突然打起精神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刘先生激动到直蹦高，他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竟花了2块钱就拍下了这辆越野车。刘先生随即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亲朋好友，并嚷嚷着要请他们吃饭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瞬间陷入绝望。让我一看这个淘宝界面，已经拍卖成功了，2块成交。然后呢？完了就是上面写的等待卖家发货。淘宝推出拍卖活动，一辆越野车的起拍价仅需要1块钱，男子为图个乐子，支付2块坐地起价。没成想，直到倒计时结束，都无任何人加价。就这样，男子在一脸蒙圈的情况下，得到了这辆2块钱的越野车。刘先生见状情绪激动，通知7大姑8大姨晚上来自家喝酒庆祝。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妥，因为足足过去了1星期时间，这辆车都没有发货的迹象，联系商家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。我联系不上卖家，我跟卖家说话他也不回复，只能对话吗？我也没有他电话，不管是1块2块的，被忽悠了这是。刘先生认为淘宝不可能会欺骗顾客，所以决定再给商家一段时间。直到现如今半年过去了，这辆车依旧是待发货的状态。刘先生终于忍无可忍，再次质问商家何时发货，结果竟发现自己已被拉黑。刘先生气急败坏，便喊来媒体曝光对方。他表示自己饭都请了，还答应亲朋好友只要车子到货，就轮番借给他们开出去兜风。现在却是这番窘境，还让他怎么在亲戚面前做人？所以他要求商家出面给个说法。事后调解员本想联系对方，然而消息刚发出就被拉黑，无奈下只好联系平台客服，但客服给出的处理方案却让刘先生差点被气晕。这商品它定价就是1块，但不封顶，就是拍的多钱它不封顶，感觉有意思，就是报个名，完了花了2块钱，已经拍卖成功了，2块成交，他迟迟不给发货。男子在淘宝上花2块钱拍卖下一辆越野车，结果半年过去了，迟迟都未发货，找商家理论还反遭拉黑。显然男子被当成了傻子来骗，虽然2块钱不多，但侮辱性极强。他求媒体一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。随后调解员联系上了平台客服。越野车2块钱的。对呀，当时就2块钱拍下来的。对，就是说，这个交易码是成功了，但是查也帮您看了一下嘛，确实是没有任何的物流信息的。据客服所述，这辆2块钱的越野车已经从待发货变成了没有任何物流信息，也就是说，刘先生这辈子也看不到这辆越野车了。后续他们将封禁该商家的账号，并且把那2块钱退还给刘先生。应该是可以进行退款的，说到底您货物也没有收到嘛，咱们这边的话是会就说帮您告知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的。刘先生对此十分恼火，合着他花了2块钱就买了个教训是吧？他那么多期盼，那么多遗憾，平台客服能体会到吗？所以他要求平台为商家的行为买单，额外赔偿给他一笔精神损失费。不过被平台一口回绝了。调解员也劝刘先生不要为了2块钱动怒，毕竟气坏了身体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对此刘先生只好自认倒霉。那么你们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男子只因在酒店里喝了一瓶矿泉水，结果口吐鲜血，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。事后家属查出矿泉水含有剧毒成分，于是将酒店告上法庭，索赔260万。然而最终法院却判处酒店只需承担30%责任即可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眼前的便是死者姐姐郑女士。据她所述，事发当天全家人去外出旅游，并在一家豪华酒店登记入住。期间因为弟弟口渴难耐，便拿起房间橱柜上的矿泉水就喝了起来。然而令全家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没过一会，弟弟就面露难色，捂着肚子开始呕吐。全家人急忙拿起一旁的矿泉水，发现里面有一股刺鼻的酸味。他们意识到矿泉水存在问题，便赶紧喊来服务员进行对质。找那个服务员，我说你拿什么水啊？怎么是酸呢？他们有呢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。可服务员却表示，
自己并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，而且只是喝了一口矿泉水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他认为郑先生是吃坏了东西，所以郑家人才以喝了矿泉水发生呕吐为由，想要讹酒店一笔。见此情况，郑家人不愿多说，再耽搁下去的话，估计黄花菜都凉了。于是急忙把郑先生送去医院。没成想，刚到医院，郑先生就发生了吐血情况。医护人员见状，立即把他送进抢救室。然而结果让郑家人崩溃万分。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？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也没有写剧毒，也没有写任何东西。酒店矿泉水存在问题，男子喝后呕吐不止，直至吐血，即便送往医院也无力回天。全家人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无法自拔。他们认为酒店蓄意谋杀，要求负责人被判刑并赔偿260万。然而随着警方调查，却发现事情远不简单。死者的死因是酸性液体中毒，也就是说，郑先生喝的那瓶水根本不是矿泉水，而是酒店清洁工所用的除锈剂。因为两者都是无色无味的液体，所以第一眼很难判断。为了确定这起案件是否是他杀性质，于是警方调查了酒店监控，结果发现罪魁祸首竟是郑先生的亲生父亲。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，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。然后呢，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，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。原来当时父亲在得知儿子口渴后，便去前台买了2瓶矿泉水，在经过酒店储物间时，他发现在保洁车里还装有几瓶矿泉水，于是便偷拿了1瓶。殊不知他所拿的水正是保洁用来清理卫生的除锈剂。就这样不明真相的儿子便喝下了这瓶水，最终导致不治身亡。得知真相的酒店方当然不会承担任何责任，毕竟是父亲贪图小便宜在先，这才害死了自己儿子。然而其家属却不愿接受，既然是除锈剂，为何偏要放在矿泉水瓶里呢？而且还没有做任何标注，所以应当为儿子的死而负责。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审理此事呢？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？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也没有写剧毒，也没有写任何东西。老人为贪图小便宜，从酒店储物间偷走1瓶矿泉水，殊不知瓶内所装的是含有剧毒的除锈剂。就这样，儿子因口渴难耐，将此瓶矿泉水一饮而尽，结果呕吐鲜血，不治身亡。事后家属倒打一耙，认为酒店吃饱了撑的，把除锈剂装在矿泉水瓶内，而且没有标明是除锈剂，所以儿子才会误喝，导致悲剧发生。于是将酒店告上法庭，索赔260万。据死者家属的辩护律师所述，任何有毒有害的物品都不应该出现在酒店，即便是为了清理卫生，也要做好安全防护。显然酒店并未做到，所以应承担事情全责。而酒店负责人却表示，当时郑先生所喝的那瓶水，瓶盖上已经画上了10字标志，而且瓶口也是被开封的状态。常人都知道，一般矿泉水都应当是未开封的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，却一个敢偷，一个敢喝，所以无论是死者还是死者家属，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而随后法官也认为，死者家属所说的260万赔偿确实不合理，不过酒店方也确实存在管理上的失误，所以判定酒店方承担次要责任，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。最终酒店赔偿了家属29万余元，此事这才得以平息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